大家分享我私藏已久的零卡路里的调味料和糖浆。嗨，欢迎回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我的频道主要专注于在北美的一些生活攻略以及我自己生活方式的分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点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今天我要分享的大部分调味料、糖浆以及果酱呢，都是零卡路里或者是非常低卡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要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今天的所有产品它的味道肯定比不上正常的高卡路里的那些调味料，只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替换。人家都已经是零卡路里了，咱们还要求它跟高卡路里的调味料一样好吃的话，那就有点过分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个神仙品牌，叫 Warden Farm。他们家的所有的调味料、沙拉酱几乎都是零卡路里。我用过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千岛酱，我大概已经吃过不下10瓶了吧。它的味道呢和我们普通的千岛酱，我真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就是稀一点。这个就可以想成是普通千岛酱兑了一点水，所以那个味道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它是零卡路里啊，所以你就可以一次多放一点。如果说普通的千岛酱一次我只放这么一点的话，这一款我可能一次就会放1倍多。他们家还有一款 Honey Mustard 我也吃过，我觉得味道也不错。我平常做沙拉的时候就会放上它，再放上一点之后我要介绍的这个带咸蛋的佐料，再放上一点香油，真的吃沙拉也非常的快乐。如果去他们的网站里面还可以看到他们家很多款式的调味料和糖，今天我要介绍的好几款都是来自于这个品牌的，所以我称它为神仙品牌了。下面这一款呢，我也可以顺带提一下，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它的原因是我自己吃沙拉的时候并不喜欢吃 Italian sauce， 所以我没有很喜欢这一款零卡路里的 Italian sauce。我觉得这个和真正的 Italian sauce 真的也吃不太出区别。这个品牌叫 Three Zeros， 我去他们的官网看了一下，他们大概有5款沙拉酱都是零卡路里的，但是非常不幸，这5款都是我不喜欢吃的，所以我个人不会说啊非常非常好吃。但如果说你吃沙拉的时候恰巧喜欢这5款调味料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的一个品牌。是我最近在推的这里发现的柚子味道的辣椒调味料，这个应该是日本的，其实我买来还没有尝试过，但它也是零卡路里的。看到这种零卡路里的调味料，我真的是想都不想，毫不犹豫的马上就会带回家，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吃辣，所以我想在沙拉里面呢，或者是做汤面，或者是吃 burrata cheese 的时候，都可以浇上一点它，做成辣的口味。我试吃过了之后，可以在屏幕上分享一下它的味道如何。下一个呢，说到零卡路里肯定不能没有的 Sriracha， 这已经是太有名了，我不想多赘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少有的零卡路里，但是味道真的不输那种高卡路里的调味料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辣嘛，所以平常吃什么的时候几乎都要放上它，吃面的时候也好，炒菜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喝汤的时候，最后都要放一点它。下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佐料，其实之前的一期减肥的视频我也提到过，这个名字叫 Steak Seasoning 的一个佐料，它里面就配好了盐呀、黑胡椒啊、蒜呀，还有一些大料。基本上我现在为了省事可能都不怎么用盐，都用它来代替，因为用它的话，想要的那种调味料它全都混合在一起了。平常烤牛排或者烤三文鱼也是直接撒一下它放烤箱里就可以了，做饭的时候、炒菜的时候也都是用它，真的就省去了要拿好几个调味料的这个繁琐的过程，而且它还是零卡路里。我也是这么大的这一桶，我吃的能有5、6桶了已经。下一款呢，也是我不得不提的 Apple Cider Vinegar， 我已经推荐过好几次了，不多说了，减脂新人的必备。我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直接单喝它，但是也想把它放到调味料里说一下，平常需要用到醋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沙拉里面，我也有的时候会放上这个 Apple Cider Vinegar。下一款呢，我现在吃完了，也是这个 Warden Farms 他们家的 Alfredo sauce， 它也是零卡路里的。我一般做意大利面的时候会放上它。说实话，因为我不会单吃这个调味料，我没有办法比较它和真正的 Alfredo sauce 的区别在哪里。但是放到意大利面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尝不出任何的区别。吃意大利面的时候，一般会 Marinara 和 Alfredo 2个都混在一起，又有番茄的香味，然后又有奶香味，就超级好吃。面呢也会用魔芋面来代替，所以你想这样一碗面做下来卡路里该多低啊！魔芋面一份大概也就30卡左右，那个 Alfredo sauce 才是零卡路里。Marinara 呢也是我后面也会说的这个低卡一点的番茄酱，这一份意大利面下来可能都不到100卡吧。那这个 Alfredo 不只是可以放到意大利面里面，还可以平常做什么奶油汤的时候啊，就是任何的那种汤底里面想要加一点奶香，我都会加上一点它，特别的提味，而且还是零卡。接下来还是想推荐一下 Warden Farms 他们家的番茄酱，我是没有吃过的，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评论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番茄酱也是零卡的番茄酱，想要找到一个番茄酱的平替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最后呢，推荐2个这个 tomato paste， 它呢不是零卡，但我也想顺带说一下，它的卡路里其实非常低，一份只有25卡，主要是它的成分真的非常的简单，只有 tomato paste 加上一点盐。这款是普通口味的，然后这款是更加浓一点的口味的。我一般做意面啊，或者是任何需要用到番茄汤底的时候，我都会用上这2个东西。
好，那所有放在菜里面的调味料介绍完了，现在要介绍一些甜口的调味料了。首先还是这个 Walden Farms 他们家的 Pancake Syrup， 他们家也有出蓝莓酱啊、草莓酱啊什么的，但我其实不是很推荐。说实话，我对这种零卡路里的调味料已经容忍度很低了，只要它不是过于难吃，我都能接受。但是这个草莓酱和蓝莓酱，我真是不是很能接受。它们的味道还好，但是真的不能说是蓝莓酱，它有点像是蓝莓果冻。所以其实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怎么搭配它。一个果冻，我怎么把它涂抹到面包啊什么上面吃呢？果冻难道不就应该单吃吗？所以虽然它也是零卡，我不能说非常推荐。不过他们家的这个 Pancake Syrup 真的还不错，就是和我们普通的 Pancake Syrup 味道可以说是95%的接近吧。那个5%唯一不同的一点呢，就可以参考我的代糖那期视频，我想它在这里面应该也是用的代糖，所以可以稍微能吃得出来不是那种白蔗糖的糖味。刚吃的时候还好，再咽下去的那个后味能稍微尝出来一点代糖的那种独特的味道吧。把它我一般都会跟酸奶啊或者面包搭配，其实吃不太出来。下一款呢也是个神仙品牌啊，他们叫 Jordan's Skinny Syrup 这个品牌，他们家是专门出零卡路里的各种味道的调味料，哇，几十种调味料，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太神奇了，什么味道的都有。当时我只是试试看的心理，而且还打折，这一大桶才2刀，我就买来了。这个味道是 Salted Caramel Mocha。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下，所有的这种零卡糖浆，它的味道都有一点那种代糖的味道，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特别好吃。我真的只能推荐给对代糖没有任何的抵触心理的朋友。我刚买回来的时候也觉得，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奇怪。不过现在我可能有点习惯了。有的时候做拿铁的时候，因为拿铁里面有牛奶或者是豆奶，那个味道就已经蛮好的了。再和它结合在一起的话，我是喝不太出什么特殊的味道的，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搭。它这一桶也不贵，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先买来一桶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味道，然后再去尝试一下其他的别的味道。接下来呢是我强烈推荐的一个品牌的果酱。我刚刚不是说 Walden Farms 的零卡果酱不是很好吃吗？我非常推荐这个品牌的，但是呢它并不是零卡，只能说它的卡路里非常的低，而且是不含糖的。这一整罐的果酱只有85卡，和那种普通的果酱比的话，可能2勺就已经有85卡了吧。它这1勺只有5卡路里，所以这么低的卡路里应该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吧。他们家所有味道的果酱我都试过，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尤其我推荐这个 apricot 和草莓口味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那个蓝莓口味也还蛮好吃的，但是它那个酱稍微做的有一点稀，所以里面的液体有点多，如果涂抹在面包上的话，很容易浸湿到面包里面。但是这2款没有那个问题，完完全全是固体的果酱。我觉得是市面上我能找到卡路里低的最好吃的一款果酱了。它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贵，而且不是很好买，在美国的超市里应该只有 Safeway 有卖的，大部分都是只能在网上买。但即使是这样，我会常年在冰箱里囤的一款果酱。其实我的人生最爱果酱呢是这款，他们家的果酱全都是用100%的纯水果做的，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糖，所有的糖分都是来自于水果本身的糖味，而且味道超级好。但唯一的问题就是确实卡路里有点高，而且水果的含糖量其实也是蛮高的，我不敢经常吃，但是绝对是我最爱的一款果酱了。然后这款就是我第2爱的果酱。那到这里呢，所有的零卡的调味料我也差不多介绍完了。最后有一点 bonus， 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在减脂过程中实在是太饿了，但是又不能吃东西的时候，很好的可以解馋的一些小东西吧。首先就是这个品牌的茶，我之前在 vlog 里面也有推荐过，他们家的这个 blueberry green tea 真的超级好喝，就有点像蜜桃乌龙那种感觉吧。你又能喝出绿茶的味道，然后又能喝出蓝莓的那个味道，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这个 chocolate mint 也不错，喝起来真的有那种巧克力的淡淡的香味，它肯定不是甜的了，就很难形容，你真的能闻到巧克力的那种味道。所以一般特别饿的时候，我会沏上一杯这个茶，也蛮解馋的。还有就是这个，它大的包装我扔掉了，是水果茶，它这个水果味道真的非常的浓，就特别像是把糖分抽走了的水果茶的那种味道。这一整包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吧，有什么蓝莓啊、樱桃啊，我觉得每一款都还蛮好喝的，而且也是零卡路里，所以推荐一下。还有呢，之前我在 vlog 里面也介绍过的这一款魔芋果冻，它一袋只要10卡路里。目前在 Amazon 买过的所有的魔芋果冻几乎都蛮好喝的，没有什么太踩雷的。但是一定要挑出来的话，这个品牌是我和我男朋友都最喜欢的，每次买来不到1周就能喝完1箱。魔芋果冻真的好解馋呢，又甜又有饱腹感，减肥期必备。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所有产品了。对于一个常年非常注意饮食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简直就是救命神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刚开始可能还有一点抵触心理，或者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到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适应这些的口味了，所以在我每天的正常的饮食里面，不会用到普通的调味料，甚至家里面也没有那些普通的调味料了，全都用这些来代替了。总之，希望能对减肥的朋友有那么一点点帮助吧。那临走之前呢，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